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方紧急发文，恳请大家立刻停止传播，不要再伤害无辜。11月18日下午，赵丽颖工作室发文，恳请媒体记者不要把镜头对准未成年人。这种做法既违背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也会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希望大家停止传播，不支持泄露个人隐私的行为，守护每一份安宁。这已经是2个月来赵丽颖方面第2次发文恳请媒体不要把镜头对准未成年人。9月19日，赵丽颖被拍到与儿子出行后，首次以母亲身份发文，强调孩子私人生活需受保护。随后，赵丽颖工作室转发微博称，孩子的成长需要隐私和不被打扰的空间，恳请大家不要把镜头对准小朋友，给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赵丽颖，1987年生，影视演员。她曾与冯绍峰有过一段婚姻，2人于2018年结婚。2019年3月8日，赵丽颖生下儿子想想。2021年4月23日，两人宣布离婚，并承诺共同抚养儿子。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全文共29条，从儿童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转移、披露等方面做出了系统全面的规定。规定于2019年10月1日施行，标志着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进入新阶段，对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以及为儿童营造一个健康的数字成长环境意义重大。对于这样一个儿童保护伞，以下做了简单梳理，帮助大家掌握5个明确用好这个法律武器，保护儿童隐私不受侵害。01、明确儿童年龄。第2条，本规定所称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02、明确适用范围。第3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网络从事收集、存储、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等活动，适用本规定。03、明确监护人权利。第9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第20条，儿童或者其监护人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收集、存储、使用、披露的儿童个人信息的，网络运营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删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3、儿童监护人撤回同意的。规定明确了监护人的权利，征得同意时同时提供拒绝选项。明确告知儿童个人信息的存储地点和到期后的处理方式、安全保障措施等事项。告知事项发生实质性变化时，需要再次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因业务需要，确需超出约定的目的、范围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撤回同意，即当监护人认为有必要删除儿童个人信息时，即可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相应的儿童个人信息。04、明确特殊保护原则。第18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披露儿童个人信息，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披露，或者根据与儿童监护人的约定可以披露的除外。除了法律法规规定等例外情形之外，网络运营者一律不许披露儿童个人信息。05、明确信息泄露知情权。第21条，网络运营者发现儿童个人信息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泄露、毁损、丢失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立即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将事件相关情况以邮件、信函、电话、推送通知等方式告知受影响的儿童及其监护人。难以逐一告知的，应当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发布相关警示信息。一旦出现儿童个人信息有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发生泄露时，除了采取必要的预防、补救措施之外，必须及时告知监护人，不得隐瞒。
赵丽颖方紧急发文恳请大家立刻停止传播，不要再伤害无辜的消息一出，瞬间引发全网关注。原本一件小小的网络传闻，却因为不断被放大、被拼接、被加工，最终演变成伤害当事人及无辜人士的舆论漩涡。这一次，赵丽颖团队不得不罕见的下场，以严肃而真挚的态度呼吁大众停止扩散。从某种角度看，这既是一次危机处理，也是一次对于网络生态、明星隐私、公共传播责任的深刻提醒。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一条未经核实的爆料，一张模糊的截图，一段毫无逻辑的内部消息，往往在几分钟内就能冲上热搜，甚至左右舆论方向。而在这些信息背后，却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是他们的生活、事业、名誉，甚至家人的安全感。赵丽颖作为公众人物，长期承受着比常人更多的关注与解读，这本无可厚非，但任何关注都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尊重与事实之上。然而，当谣言开始牵连无辜，甚至有可能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时，站出来制止就成为必要。事实上，这并不是赵丽颖第一次面对网络上的无端揣测。她的低调、努力、专注事业有目共睹，但也正因为不常为这些风波开口，一些人便更容易对她进行脑补式解读。然而，沉默不代表默认，更不代表可以无限被消费。赵丽颖团队此次紧急发声，态度格外明确，请停止传播，让无辜者远离被伤害的风险。这样的立场不仅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是对整个网络环境的一次提醒，任何人都不该成为被随意传播的对象。回看这类事件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一个熟悉的模式：有人捕风捉影发布碎片信息，有人基于主观情绪加以渲染，有人为了博取流量进行无限扩散，最后演变成全网都在说。而真正的当事人在过程中往往无法及时澄清，因为谣言的速度快到超乎想象。当赵丽颖团队选择发声时，其实意味着事态已经超出了可容忍的范围，扩散正在实质性的影响生活，甚至波及到那些完全无辜并未参与娱乐圈的圈外人。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也暴露出社会对于公众人物隐私边界的认知存在缺失。明星的确拥有影响力，但他们同样是普通人，他们也有朋友、有家人、有需要保护的私人生活。公众的好奇心可以理解，但好奇心若变成无原则的窥探、恶意的扩散、带节奏的放大，那就是一种伤害。赵丽颖团队的发文，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不要让网络成为伤害无辜的工具，也不要让流量淹没掉最基本的善意。此外，这次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现象，越来越多明星与团队开始主动维权，及时辟谣，而不是默默承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当当事人、媒体、公众都明确拒绝谣言，拒绝无底线的传播行为时，网络空间才能变得更加健康。赵丽颖团队的表态虽然简短，却传递着坚定的态度，那就是我们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会保护那些被牵连的无辜者。这样的态度值得被支持，也值得被理解。结尾来看，每一次网络风波都不仅是吃瓜的热闹，它也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对信息保持判断，是否能在不确定时克制传播，是否能在面对明星或普通人时都保持基本的尊重。赵丽颖团队的这一句不要再伤害无辜，其实是对所有人的提醒，也是对网络文明的一次呼唤。在此也想对每一位读者说一句，网络世界虽然虚拟，但每一句话、每一次转发都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真实影响。请在按下分享键前多停1秒，在看到未经确认的爆料时，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在面对被恶意牵连的人时，多给一点理解和保护。你的克制，可能就是对别人最温柔的善意。愿我们都能成为让网络变得更清静、更温暖的一份子。
也愿每一个努力生活、认真工作的明星或普通人都能在属于自己的生活里被善待、被尊重。探索心境2，王一博颜值爆表，从旷野到岩壁，他把生命力写在攀登里。11月18日，腾讯视频与华纳兄弟探索集团 Warner Bros. Discovery 联合出品 ，Discovery 探索频道国际制作团队倾力打造，由演员、歌手王一博发起的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探索心境2》在北京举行媒体首映会。在《探索心境》第1季中，王一博奔赴旷野，用无数第一次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新一季，王一博再次踏上征程，怀揣对攀岩运动的热爱，开启一场关于生命选择与价值追寻的北美攀岩公路之旅。从旷野到岩壁，从多元探索到垂直深耕，见证了王一博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探索心境第2季在创制上再度联手 Discovery 探索频道国际团队，延续国际顶尖制作品质。在阵容上，更邀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世界级探险家、极限摄影师金国威 Jimmy Chin 作为攀岩导师，以及 AMGA 认证攀岩向导、登山运动员、登山摄影师史瑞德 James Ryder Stroud 作为攀岩搭档加入探索阵容。这一路，他们将解锁悬于100米峡谷的扁带行走、力量与技巧并重的伐木运动、踏水飞驰的尾波冲浪等多种挑战，在心跳加速的极致体验中突破自我，活出生命的极致。本次首映会除主创团队到场外，还有户外运动专业领域的嘉宾莅临。Discovery 中国探索家，中国首位亚洲金冰号奖获得者，2次荣获金犀牛奖的周鹏，中国非虚构作家，比山更高作者宋明玉，以及北京大学山鹰社青年代表、现任理事长梁一家悉数到场，共同为这场探索攀登之旅点赞助力，从他们的专业视角分享贯片感悟，以热爱为锚，沿途解锁人生心境。在一博严选漫谈环节，作为探索心境系列的发起人，王一博的现场分享满含对户外的赤诚热爱，从心境蜕变到专业成长，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对攀岩的执着与坚守。他坦言，自己从第1季的迷茫探索到第2季坚定深耕攀岩，是这项运动让他找到活着的感觉，也更加明确了生命方向。本季中，他尝试了先锋、器械、深水抱石等多种攀岩类型，更偏爱传统攀岩这一形式。他表示，一开始很难忍受传统攀岩的疼痛，但到现在已经逐渐开始享受那种疼痛感。在这场旅程中，海钓、尾波冲浪、山地自行车等新鲜体验也为他打开了更多可能，尤其是钓鱼，悄然成了他新的爱好。这些令人深刻的回忆都让这趟旅程充满了收获与成就感。对于未来，王一博表示会继续享受攀岩带来的真实感与快乐，继续钻研热爱的各项运动，让更多人感受到攀岩与户外的魅力，以陪伴为证，共建攀岩进阶之路。在同行者眼中，王一博的成长与闪光点更为鲜活。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世界级探险家、极限摄影师、探索心境第2季攀岩导师金国威 Jimmy Chin 当天也以惊喜视频的形式参与了首映会，向所有中国观众们问好。在这段北美攀岩公路之旅中，金国威以专业经验帮助王一博规划了攀登路线和训练计划，探讨了许多关于攀岩学习、自我挑战、生命意义等深度话题。在视频中，金国威隔空表达了对王一博的认可与赞赏。他表示，同为攀岩者，王一博所展现出的天赋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面对挑战时有着强大的精神专注力以及非凡的体能，这都让他看到了未来王一博能够成为一名专业攀岩者的无限潜力。而作为本季与王一博相处时间最长的攀岩搭档， AMGA 认证攀岩向导、登山运动员、登山摄影师史瑞德 James Ryder Stroud 的现场分享，则勾勒出更鲜活立体的他。两人因攀岩这项共同热爱在节目中结缘，初期彼此之间还有些生疏，但随着相处渐深，
他不仅被王一博所迸发出对攀岩的热爱所惊叹，更可贵的是王一博在学习过程中时刻保持的谦逊。这些特质让两人的关系逐渐升华，成为亦师亦友的默契搭档。从第一季便与王一博结缘的 Discovery 中国探索家，中国首位亚洲金冰号奖获得者，2次荣获金犀牛奖的周鹏，作为王一博攀岩路上的启蒙者，对其成长变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他回忆道，第一季的王一博初涉攀岩，虽有热情，但技术尚显生涩，更多是带着好奇去体验。而到了第2季筹备阶段，他明显看到了王一博的质变，面对重复枯燥的基础力量训练时从无懈怠。这种全面、高速的成长，让作为启蒙者的周鹏倍感骄傲。以专业为基，共鸣向上精神价值。首映会现场，行业声音与大众共鸣形成热烈呼应，让节目价值在交流中愈发清晰。华纳兄弟探索集团高级副总裁邱黄 Tony 邱表示， Discovery 探索频道始终致力于为全球观众奉献兼具娱乐、参与和启迪性的纪实娱乐内容。新一季探索心境聚焦王一博热爱的攀岩领域，携手探索家们展开从找到自己到自我选择的旅程，为当下年轻人提振精神，传递正向力量。腾讯在线视频联席总裁兼首席内容官王娟指出，探索心境2以探索精神为核心，不仅聚焦真实的人物叙事，更致力于与观众建立深层情感连接。他表示，节目希望为年轻人在成长道路上带来启发，鼓励他们勇敢尝试，寻找热爱，实现自我超越，在不断探索心境的过程中，让每一次突破都成为激励人心的成长养分，每一步攀登都算数。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 Vikram Chenna 称赞王一博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新一季他带着对攀岩的热爱奔赴北美，是一位攀登过高山，在旅途中成长的优秀年轻人。乐华娱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杜化在看片后触动颇深，表达了自己的紧张与兴奋，更表示自己也争取明年能和一博一起尝试一下攀岩。除了主创的创制解读，现场多位户外行业嘉宾的加入，则从更多视角探讨了节目的深层价值。中国非虚构作家比山更高作者宋明玉谈到，他的写作不止于大山与运动本身，更聚焦于山上的故事与人。最打动他的是人在山野面前所展现的纯粹本真。他认为王一博正是用行动诠释了这种纯粹，那份不加修饰的真诚与投入，也成为节目最动人的底色。北京大学山鹰社青年代表、现任理事长梁一佳亦分享了观片感悟。他表示，当镜头中的王一博站在悬崖峭壁上呼吸时，他仿佛也身临其境。在他看来，王一博呈现了一个富有激情、勇敢、自由的形象，也在向所有人传递，我们仍能去探索一座非常宏大且美丽的精神花园。各位代表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节目对青年成长、行业创新的正向意义，真挚分享让现场共鸣不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首映会的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十足的平衡力测试环节。王一博与嘉宾们纷纷挑战平衡道具，将攀岩运动中所需的核心力量与专注度巧妙融入轻松互动中。小小的互动环节，也让所有人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户外探索者们过硬的身体素质与从容心态，对节目的期待值瞬间拉满。探索心境第2季将于11月28日起每周5、周6 11点，腾讯视频独家播出。这场融合了专业攀岩技术、北美壮丽风光与真实成长故事的纪录片，不仅是一次户外纪实的升级，更是一场传递热爱与坚持的探索心境的精神洗礼，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在探索心境2中，王一博无疑再一次用行动证明，生命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攀上去，一次一次坚持出来的。这一次，从旷野到岩壁，他把探索的意义延伸得更加深刻，也更加个人化。节目里他面对的不是舞台灯光，
也不是剧组镜头，而是真实存在的高空、岩壁、未知、危险与挑战。当镜头捕捉到他挂在岩壁上的那一瞬间，你几乎能感受到一种突破身体的力量，不是冲动，而是坚定；不是冒险，而是对生命的另一种理解。许多人看到他倒挂攀岩，一步一步在垂直壁面上前行时，会觉得这太拼了，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可当你听着他平静地讲述自己对攀登的理解，你就会明白，王一博从来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他只是单纯的在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沉稳、安静、坚定，不张扬也不解释。外界看到的是高难度动作和惊险画面，但他自己心里的探索，更多是一种自我对话，是对我能到哪，我还能走多远的提问与验证。和探索心境第一季相比，这一次的王一博更自在，也更有力量。他在旷野中驾驶越野车时的专注，在岩壁上找支点时的冷静，在翼装飞行前的呼吸调整，都能让人看到他作为一个实践型艺人的真实面貌。很多演员、歌手也会参加户外类节目，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把挑战变成一种自我延续，把未知变成一种生命习惯。他不是把体验当成节目，而是把节目当成一次真实的生活拓展，把自己真真正正交给大自然，交给极限，交给可能出错的瞬间。这或许也是王一博最特别的地方。别人看到危险，他看到的是值得；别人看到辛苦，他看到的是突破；别人看到的是一次拍摄，他看到的是一次成长。在探索心境2中，他没有多余的言语，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镜头前的自我包装，他只是安静地做每一个动作，稳稳地踩好每一步，把自己进入山野、岩壁、风声和大地里。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不是用力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他安静时亮出来的。如果说旷野让人看到王一博的自由，那么岩壁让人看到他的韧性。旷野是向外的，岩壁是向内的。旷野宽广，岩壁封闭。旷野是风给你力量，岩壁是你给自己力量。当他挂在几十米高的岩面上，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冷静。这种从外界抽离到内心的过程，正是他不断成长的轨迹。他用每一个攀登瞬间告诉我们，往上走，不是因为想赢，而是因为想变成更好的自己。讨论到这里，其实也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看节目的人都说，看着王一博攀岩，有时紧张的不敢呼吸，但同时又忍不住被他的稳所吸引。那种稳不是天生的，而是训练、经历、坚持与心态共同塑造出来的。他不是那种一眼就让人觉得我很强的人，但他是那种越看越觉得他真的很强的人。他的力量不是外放，而是内敛；不是喧嚣，而是沉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每一次专注的侧脸，都像是从岩壁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生命纹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部分，他说过一句非常让人记住的话：往上走，是人类的本能。当时他没有刻意解释，但当你把整季节目看下来，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往上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态度。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而是为了让自己不后悔。王一博的攀登不是为了成为最强，而是为了成为更强的自己。这是一种外界无法参与、无法教导，也无法替代的过程。到了这里，我想说的结尾，其实不是结束，而是延续。王一博带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惊险镜头，而是一种在当下越来越稀缺的生命力量，真实、不矫饰，愿意努力，愿意突破，愿意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他的生命力不是靠喧哗累积，而是靠沉默打磨；不是靠说，而是靠做；不是靠展示，而是靠坚持。写到最后，也想对正在阅读的你说一句话：如果你在生活中也感到疲惫、迷茫、停滞，不妨想想王一博攀岩时的那一刻，手可能会抖，脚可能会滑，
风可能很大，岩壁可能很冷，但只要你愿意继续找下一个支点，你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稳、更强、更有力量。人生没有人替你往上爬，但你可以为自己找到属于你的下一步。愿你在看王一博攀登的时候，也能看到自己心里的那面岩壁。愿你在感受到他的生命力时，也能激活属于你的生命力。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不需要大声宣告，只需要默默向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